100辆俄军装甲车发起死亡冲锋，结果不仅无功而返，伤亡更是惨重。台军新坦克终于要到了，会为台湾陆军带来多少变化？人心不足蛇吞象，俄士兵接连5次从死神手中逃生，最后却因贪心害死了自己。拜登、哈里斯宣布支持乌克兰，川普却让泽连斯基投降。以色列大军集结黎巴嫩边境，真主党总部被炸上天。匈牙利总统助理表示，被俄罗斯入侵就投降。9月29号，乌克兰92旅发布了一段无人机视频，视频画面远处尘土飞扬，那是俄军的装甲车集群。随着俄军装甲车接近，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飞手迅速锁定目标，从后方接近俄军装甲车。这里是发动机的位置，而且装甲较为薄弱。乌军反坦克无人机一般使用火箭弹的串联穿甲战斗部，能够有效穿透现代坦克的装甲。画面中，一辆俄军的 BMP 装甲车被击中，其反应装甲未能挡下装甲射流，并引发了剧烈爆炸。装甲车内幸存的俄军仓皇出逃，但一些跑得慢的遭遇了携带迫击炮弹的乌军无人机补刀。与此同时，乌克兰第40炮兵旅的火力支援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炮兵旅有4个榴弹炮营，1个反坦克营，装备了大量152毫米风信子火炮和同口径的姆斯塔河火炮。虽然这些火炮型号较老，但胜在存量大。这种火炮以其较高的射速和较长的射程，为前线提供了及时的火力覆盖。炮兵旅通过前方无人机观察员的坐标指引，实施了精准的火力打击，有效阻断了俄军的进攻路线。在战斗中，无人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不仅用于侦察和目标获取，还用于战场损伤评估。无人机操作员通过实时传输的视频画面，为炮兵和反坦克单位提供关键的目标信息。战斗持续了数小时，最终乌克兰军队利用精心布置的防御工事和精准的火力打击，成功击退了俄军进攻。战场上，俄军的装甲车残骸是随处可见，证明了乌克兰军队的战术布置和火力运用的成功。现在证明这段战斗的位置呢，位于乌克兰东部奥斯基尔河防线。俄军正在向西进攻，其行动旨在削弱乌克兰在该地区的霍尔地下作战群，通过切断其补给线，阻止该地区的乌军相互支援。目前，俄军已经为这场已经进行了数个月的局部攻势付出了庞大代价。早在7月份时，俄军就已经占领了河东5英里的 P 村，距离渡河桥头堡的 H 村只差1步之遥。然而，就是这几公里的路，俄军已经走了3个月了。很明显，该地区的俄军指挥官已经忍无可忍，并筹备了一次大规模的装甲集群突击。据福布斯新闻网的报道，俄军出动了约100辆装甲车，从3个方向对乌克兰阵地发起冲击。然而，乌克兰军队在北部和南部的防线都经受住了考验。北部由第77空中机动旅支持的乌克兰部队，以及南部的第92突击旅都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此外，乌克兰第40炮兵旅也发挥了作用，对俄军进行了有效的火力打击。在这场冲突中，俄军在南部遭受重大损失。第92机械化旅报告称，摧毁了14辆敌方车辆，包括坦克、装甲车。第77空中机动旅也宣称击退了俄军的攻势。虽然没能透露具体摧毁了多少车辆，但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显示，至少是有6辆俄军车辆被击中并且燃烧。整体来看呢，俄军至少损失了1/5的装甲车辆，这不仅削弱了他们对奥斯基尔河的攻势，也为乌克兰军队加强防御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然而，乌克兰国防战略中心预测，虽然乌军守住了这次大规模攻势，但俄军依旧在该地区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在不久的将来，俄军将会抵达奥斯基尔河左岸，并且将该桥头堡分割。然而，考虑到俄军最近的重大损失，即便是胜利，也可能是一次代价惨痛的胜利。俄军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代价是失去大量难以补充的装备和人员，而乌克兰则需要利用战略纵深，不断拖延和消耗俄军，以待时机有变。
台军预计将于2024年底接收首批 M1A2T 主战坦克。这款坦克呢是基于美国的 M1A2 SEP-V2 版本改进而来，专为台军需求定制。近期有人在密苏里州拉普拉塔火车站拍摄到了一辆装载有12辆 M1A2T 的军事车辆，推测这很可能就是台军即将接收的首批坦克。M1A2T 是台军为应对现代战场挑战而定制的主力战车，基于美国的 M1A2 SEP-V2 版本改进，具备多项先进的军事科技。全车重量约63吨，长9.77米，宽3.7米，高2.4米。整辆坦克由4人操作，包括车长、炮手、装填手和驾驶员。M1A2T 装备了一门120毫米 M256 滑膛炮，能够发射多种弹药，包括 M829A4 先进动能弹和多用途弹，可以有效打击装甲车、人员和低空飞行目标。辅助武器配备一挺同轴 7.62 毫米 M240 机枪，车长操作的 12.7 毫米 M2 机枪，以及炮塔两侧的 M250 6管烟榴弹发射器。目前，美军正在测试梅塔瓦坦克的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能否安装在 M1上。该系统能够探测、分类并拦截反坦克导弹、火箭弹等威胁。火控系统则包括改进型的前视红外系统，使用长波和中波红外技术提高目标获取、识别和交战能力。装备了弹药数据链，确保 M829A4 和 AMP 弹药的编程。坦克的车体和炮塔整合了新型装甲包，提供对简易爆炸装置的增强防护。此外，坦克还可以装配反应装甲和格栅装甲。值得一提的是，和美军现役的 M1A2 相比，台湾特供版呢是没有贫铀装甲，这可能是碍于国际法和人道原因。动力系统呢 ，M1A2T 和原版相同，使用霍尼韦尔的 AGT1500 燃气涡轮发动机，提供1500马力的动力。坦克还配备了辅助动力装置，允许在静态时操作车载系统，降低被发现的可能性，提高燃料效率。最大速度为68公里每小时，最大行程425公里，能够跨越2.74米的壕沟和1.06米高的垂直障碍。除此之外，坦克还配备先进的火控计算机、导航系统、热成像系统和网络化信息系统，提高了目标获取速度和整体战场意识。M1A2T 坦克的交付将增强台军的地面作战能力，尤其是在对抗敌方装甲威胁和提升战场机动性方面。然而 M1A2T 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其重量较重，可能不太适合台湾多山的地形，而且燃气涡轮发动机虽然功率大，但耗油量也大，对后勤补给提出了更高要求。M1A2T 坦克的采购和维护成本较高，可能会对台湾的军事预算造成压力。据台湾官方消息，台军的 M1A2T 坦克的接收和部署计划正在稳步推进，首批38辆坦克预计于年底运抵台湾，并且将由台军的装甲兵训练指挥部接收，进行训练和准备工作。此外，台军计划在2025年春节后开始一系列换装训练，以确保坦克部队能够熟练地操作新装备。台湾陆军现役的主战坦克包括了 M60A3、M48A3 以及自研的 CM11勇虎坦克。M60A3 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研制的坦克了，而 CM11勇虎坦克则是台湾基于美国的 M48坦克的底盘和 M60的炮塔自行改进的型号。这些坦克的装甲防护能力较弱，火力和现代主战坦克相比也存在差距。M60A3 的装甲最后部位仅110毫米，侧部和后方呢为50到76毫米，无法抵御普通的专用反坦克弹药的打击。CM11勇虎虽然在设计上考虑了台湾地区的地理、气候和桥梁等条件，但其技术已经相对落后，火力和防护能力与现代主战坦克有较大差距。CM11虽然在火控系统方面较为先进，但火力和防护方面存在不足，其主要武器是105毫米线膛炮，而现代主战坦克普遍已经使用120毫米甚至更大口径的滑膛炮了。M1A2T 坦克的部署预计将加强台军在桃园、新竹地区装甲旅的作战能力，这些地区是台湾北部的重要防线。
坦克的加入将提升部队的火力和机动性，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乌克兰无人机部队 Media 最近发布了一段有趣的视频，拍摄地点呢位于在顿涅斯克地区的乌克拉因斯克镇附近。乌克兰军队的侦察行动发现了一辆迷路的俄罗斯 T-80V 坦克，它孤身一人深入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范围。T-80V 是俄罗斯陆军的主力装备，以其出色的火力和防护能力而闻名。然而这辆 T-80呢却显得有些晕头转向，可能是驾驶员喝多了伏特加，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乌军无人机的理想靶子。乌克兰军队迅速调动 FPV 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呢，以高速机动性和能够携带小型炸弹或导弹的特点，在战场上对装甲目标构成了严重威胁。FPV 无人机的操作相对简单，可以在远离前线的安全位置进行控制，这大大降低了操作人员的风险。面对无人机的袭击， T-80V 坦克的成员感到了压力。坦克在马路上四处逃窜，试图通过快速移动来规避无人机的攻击。但坦克怎么跑得过无人机呢？乌军瞄准其最薄弱的背部，接连进行了4次打击。该坦克配备了龙式装甲，相当程度地减少了无人机爆炸的伤害。坦克的装甲虽然坚固，但在无人机的不断轰炸下，坦克开始多处着火，行动能力受到了严重影响。尽管受到重创，但 T-80V 依旧展现出惊人的生存能力。他一边冒着浓烟，一边尝试继续逃离战场，接连4次遭遇无人机袭击，还能保持移动，这种情形在俄乌战争中并不常见。这证明了坦克的龙式装甲和反应装甲在一定程度上是抵御了无人机的攻击。当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再次找到这辆坦克时，它已经停在了路边，显然失去了动力。车体前部的舱门盖被打开，表明坦克的成员已经弃车逃跑。然而，乌克兰军队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他们再次派出了装备有燃烧弹的 FPV， 对这辆已经受损的坦克进行了致命一击。燃烧弹的高温和火焰瞬间将坦克吞噬，造成了彻底的破坏。就在这时，一名俄军士兵从坦克的残骸中爬了出来。发布视频的乌克兰士兵解释，这名俄军呢，原本已经和其他成员一起离开坦克了，但后来又返回了这辆被遗弃的坦克，可能是因为他忘记了某些重要物品，比如从老乡家借来的冰箱。想要离开时，他却听到了无人机的声音而不敢出来，希望能躲在里面逃过一劫。然而，无人机的高温和火焰迫使他不得不逃离坦克。他翻出坦克后，逃入一旁的丛林，最终一辆乌军的 FPV 追上了他。视频随着画面变成雪花而结束。据大兵查找的资料显示，该坦克貌似是俄乌战争以来最耐打的一辆 T-80坦克了，连续硬扛了5架神风 FPV， 最后还是被燃烧弹慢慢烧毁的，可谓名副其实的耐打王了。在俄乌战争进入到第947天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美国之行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和压力，泽连斯基的访问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也凸显了美国两党对支持乌克兰问题的分歧。9月26号，泽连斯基与20名来自不同政党的参议员举行了闭门会议，并且回答了12名众议院议员的问题。虽然两党都有议员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参与会议的人数明显减少，表明了乌克兰在争取更广泛支持方面的挑战。特别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对泽连斯基的批评尤为尖锐，他要求泽连斯基解雇乌克兰驻美大使，并指责泽连斯基在访问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工厂时只邀请了民主党人，这被解读为试图干涉美国大选的行为。在联合国大会上，泽连斯基多次明确乌克兰的立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以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投降、停火或冻结战争的意愿，这表明乌克兰政府在争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决心。尽管泽连斯基的美国之行遭受挑战，但民主党对他的支持依然坚定。美国宣布对乌克兰提供3.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集束弹药、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炮弹、导弹、装甲车和反坦克武器等。此外，拜登还宣布了79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包括总统裁军授权的55亿和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的24亿。
援助还包括了远程联合防区外武器炸弹和培训更多的飞行员驾驶 F-16战机。白宫的声明提到，拜登将于10月12号在德国主持拉姆施泰因模式乌克兰防务会议，这显示了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拜登和哈里斯都明确表示对乌克兰取得胜利的支持，并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支持。与此同时，前总统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在9月25号的演讲中，特朗普表达了对泽连斯基的不满，认为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都比没有协议要好，并强调俄罗斯是无法战胜的。他还认为乌克兰目前的困境是由于乌克兰的抵抗造成的，并指责泽连斯基是伟大的推销员，从美国拿走了巨额资金。特朗普的这些言论与拜登和哈里斯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特朗普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和普京的关系都很好，但他对乌克兰的批评和对俄罗斯的立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泽连斯基在访问期间呢，也遭遇了尴尬的局面。他给特朗普写了一封信，邀请进行会面，而这封信呢，被特朗普公之于众。尽管特朗普最初对是否会见泽连斯基态度暧昧，但最终两人呢，在特朗普大厦会面。这表明，即使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乌克兰问题仍然是美国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总体来看，泽连斯基的美国之行虽然困难重重，但乌克兰在美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尤其是在民主党方面。而特朗普的态度则更加复杂，他的批评和提议在乌克兰和美国国内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这场访问不仅反映了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挑战，也揭示了美国内部对如何处理乌克兰问题的不同看法。9月27号，以色列军队近日对贝鲁特真主党总部进行了一系列猛烈的空袭，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面战争爆发的担忧。这次空袭是近1年来对黎巴嫩首都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的空袭目标包括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尽管目前尚不清楚纳斯鲁拉是否在空袭时位于总部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空袭后突然缩短了对美国的访问，并迅速返回国内。此前，他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承诺，以色列将不会停止对真主党的打击行动。这一表态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于停火的期待。以色列军队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少将确认，空袭的目标是真主党的主要总部。在过去的1周内，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空袭强度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表示，其行动的目的是结束真主党对其领土的炮火攻击。尽管以色列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以色列政府似乎已经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为此准备了20年，并且得到了美国87亿美元的援助。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设施，还包括对其领导层的直接打击。据报道，真主党的17名军事领导人和2名最高政治领袖死于近日的空袭，这几乎摧毁了真主党的指挥系统。目前，真主党尚未对以色列的空袭做出官方回应，但该组织已经向以色列城市发射了火箭弹，作为对以色列侵犯黎巴嫩的回应。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地面部队也在准备发动和黎巴嫩的全面战争。以色列陆军总司令赫齐尔·哈莱维中将在9月25号向部队发出指示，强调以色列空军的持续空袭是为了准备未来的地面行动，并削弱真主党的军事能力。他警告说，以色列将对真主党的攻击采取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以色列国防部表示，其军事目标明确指向真主党的武器库和火箭发射设施。尽管以色列军方早前并未计划立刻进行地面行动，但哈莱维中将的言论表明，这一选项正在被积极考虑。以色列已经动员了2个预备役旅，准备在北部边境执行任务。自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真主党不断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和其他武器，以支持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以色列则通过空袭和精确打击真主党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说，全面的军事冲突将对地区造成灾难性后果。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以色列对任何能够促成停火的倡议持开放态度，但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不能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的安全，以色列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实现其安全目标。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的政治主任巴拉茨·奥尔班近日在播客中表达了对乌克兰冲突的看法。他提出，如果匈牙利面临类似情况，不会选择与俄罗斯对抗，这是基于匈牙利在1956年反抗苏联的历史经验。在播客中，奥尔班强调了国家自主决定命运的权利，并指出领导人对此负有责任。但他同时表示，如果匈牙利处于乌克兰的位置，他们不会选择与侵略者开战，因为这将导致不必要的牺牲和领土损失。我们可能不会采取泽连斯基总统2年前所采取的行动，因为这将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做法。巴拉兹·奥尔班说，乌克兰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但匈牙利可能会有不同的决定。这一言论在匈牙利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反对派政治人士要求奥尔班辞职。中右翼的蒂萨党领导人、欧洲议会议员彼得·马扎尔批评说，巴拉兹·奥尔班的言论侮辱了匈牙利自由斗士的记忆。中左翼民主联盟领导人、前总理久尔恰尼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奥尔班政府似乎选择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巴拉兹·奥尔班的言论触动了匈牙利的一段敏感历史。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反对极权共产主义政权的革命，要求民主化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然而，苏联军队迅速镇压了这场革命，导致数千人死亡和受伤，数十万人逃离国家。巴拉斯·奥尔班提到这段历史时表示，我们必须珍惜匈牙利人的生命，不能轻易将其置于危险之中。在遭到批评后，他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辩护，称匈牙利认为俄乌战争毫无意义，导致数十万人白白丧生。他强调，匈牙利的立场是明确的，即寻求和平解决方案，避免无谓的牺牲。巴拉兹·奥尔班作为匈牙利总理的政治主任，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匈牙利政府的立场。匈牙利政府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相对独立，多次表现出与欧盟主流立场不同的政策和观点。例如，匈牙利拒绝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不同意北约武器装备和军队直接从匈牙利过境到乌克兰。匈牙利政府还多次阻挠欧盟对乌援助，并明确表示反对北约加强在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和训练乌克兰士兵方面的协调作用。奥尔班的言论与匈牙利政府此前的行动和声明是一致的。他提到，如果匈牙利面对此类情况，可能不会选择与侵略者开战。这与匈牙利在1956年对苏联的反击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有关。这种观点体现了匈牙利政府在处理国际冲突时的谨慎态度，以及对国家主权和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而在作为匈牙利的邻居，乌克兰从2014年以来一直在面对外部的军事侵略。尽管面对强大的对手，乌克兰人民和政府选择了抵抗。在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当天，泽连斯基就发动了全国电视讲话，表示俄罗斯人只会看到乌克兰人的脸，而不是背。他们的勇气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尊重和支持。乌克兰的士兵和平民在战场上的坚持，以及他们在外交战线上的努力，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不屈不挠的精神。你们认为，在小国在面对一个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时，应该选择及时投降来减少伤亡，还是进行殊死抵抗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